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人到中年，富养自己的7个好习惯，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昨天看书，稻盛和夫的一句话很喜欢，把时间放在床上，成就了体重；把时间放在书上，成就了智慧；把时间放在锻炼上，成就了健康；把时间放在勤劳上，成就了财富；把时间放在市场上，成就了事业；把时间放在家庭上，成就了亲情。行动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提升自控力，才能掌控人生。这期咖啡屋将为你分享富养自己的7个好习惯，你我一起成长。1. 富养身体。教育家斯宾塞说过，长期的身体毛病使最光明的前途蒙上阴暗，而强健的活力就是不幸的境遇也能放金光。健康的体魄能为你的人生保驾护航，富养身体是人生最值得的投资。朋友李云南已经42岁了，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拥有少女般活力的优雅美。这种状态与他悉心呵护身体的良好习惯密不可分。即便是在忙碌的工作中，当其他人还在休息调整时，李云南已经早早起床，开始他的户外瑜伽练习。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动作，他都全情投入，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当天空阴沉，雨水滴答，他则转战室内，跳起优雅的舞蹈，或是沉浸在瑜伽垫上的静谧时光。他用自己的方式，将每一个雨天都变成了锻炼身体的黄金时刻。尽管有人觉得每天锻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李云南却乐在其中。他享受每一次汗水浸透衣背的感觉，享受每一次挑战自我极限后的成就感。这种习惯不仅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也让他变得更加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我们要精心呵护自己的身体，参与适度的运动，并非为了追求外在的蚂蚁腰、巴掌脸或筷子腿等形象标准，而是为了真正塑造一个强健的体魄。无需花费高昂的代价去报名私教课程，不必盲目追逐医美潮流，更无需依赖昂贵的补品来强行滋补。其实，关键在于通过内在调理和外在保养的结合，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做起，每天预留半小时进行运动，如跑步、跳绳或瑜伽等，持之以恒。睡前养成泡脚的习惯，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早睡早起，尽量少点外卖，选择少油、少盐、少辣的健康食材。当这些小事渐渐融入生活，形成习惯，你会发现自己充满活力，身体的变化将远远超出你的预期。哲学家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别轻易放纵自己，把身体照顾好，才是富养自己。2. 富养认知。塞缪尔说，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至灵魂。年龄增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停止了思考和成长，整日囿于男人和孩子之间，导致怨气越来越重。在巴尔扎克的杰作《幽谷百合》中，亨利埃特这位迷人且能干的女人，将她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家庭的经营之上。然而，她的付出并未得到丈夫的感恩，反而换来了他的冷漠与责备。随后，亨利埃特的生活中出现了费利克斯，他的情人。出于内心的道德约束，他并未选择与情人私奔，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投资费利克斯，期盼有朝一日他能飞黄腾达，带他离开这个让他心碎的家。亨利埃特倾尽所有，用他辛苦攒下的每一分钱，为费利克斯铺设通往上流社会的道路。
然而，当费利克斯成功跻身上流，成为国王的秘书时，他却背叛了亨利埃特，选择了与另一位伯爵夫人共度余生，将亨利埃特遗忘在角落里。这种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男人，最后却遭到背叛和抛弃的打击，对亨利埃特来说是致命的。他因此陷入忧郁，最终选择了自杀。有句话说得好，我不恨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伤害我；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世界上最令人窒息的枷锁，往往来自我们自己的思维牢笼。常言道，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倘若我们总是将幸福的希望寄托于他人，而缺乏自我认知的支撑，那么我们的生活将难以自主掌控。一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与其内在的认知和视野紧密相连。因此，提升自我认知，拓宽视野，成为了我们通往幸福和成功的必经之路。实际上，丰富我们的认知，重塑自我，并非遥不可及。阅读正是我们最低成本的观察世界的窗口。我们应该少玩手机，少看短视频，以及那些空洞无物的内容，转而投入更多时间去看那些富含智慧与价值的书。它们会为我们打开一扇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就像毕淑敏所说的那样，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除了以上提到的建议，你还可以选择向你所敬佩的人学习，观察并效仿他们如何持续提升自我，巧妙应对难题。此外，多走出户外，定期安排旅行，这样不仅能增加你的见闻，更能拓宽你的视野。另外，培养一项兴趣爱好也是极好的，比如插花艺术、摄影技术或琴艺等，这些都能锻炼你的专注力，同时丰富你的内心世界，陶冶你的情操。3. 富养情绪。杨绛先生曾经这样说，生活里没有怨气的女人特别值得尊敬。一个对往事绝口不提的女人自带贵气。做一个眉宇间写满风调雨顺的女子，安静于暖，安然于心，不急不躁，清淡欢颜。深以为然，不会管理情绪的女人，心情很容易被外界影响，自己的情绪开关也掌握在别人手上。作家晚晴分享了一个发生在温州雁荡山旅行途中的故事。她遇到了一对中年夫妇，其中丈夫在装山泉水时不慎弄湿了袜子，因此他请求妻子回家后帮忙清洗。面对这样的请求，如果妻子不愿意，他本可以直截了当地拒绝，让丈夫自己处理。然而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愤怒地以讽刺的口吻回应：我都说了要脱鞋，你偏偏不听，现在袜子湿了又要我洗。你以为出来玩很轻松吗？我们走了这么多路，谁不累啊？听到妻子的这番话，丈夫最终选择了自己清洗袜子，但妻子的情绪并未平息，她继续带着怒气埋怨丈夫：给你，我又没说不给你洗，你这人真是的，我给你洗了你还挑剔。其实这位妻子本意是关心丈夫的，但她的负面情绪却掩盖了她的关爱，让她的言辞变得尖刻，抹去了她原本想要表达的爱和付出。网友评论道：宁愿不做，也不要带着怨气做。确实，当情绪陷入低谷时，任何形式的物质富足都显得苍白无力。众所周知，许多疾病都源于情绪的波动，因此养生之道首先在于养心。对于女人而言，许多健康问题实际上都是情绪不佳的间接后果。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情绪病，它指的是那些由负面情绪所引发的疾病，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和甲状腺结节等。事实上，情绪所带来的毒素，身体都会默默为我们记录。而所谓的富养情绪，
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刻意压抑自己的情感，而是要学会与情绪和解，与之和谐共处，尽量那些让自己感到不快的人和事，深入探索情绪背后的真实需求，并通过真诚的沟通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4. 富养容貌。有一个朋友曾对我说，别总是说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家里花钱的地方那么多，你总是想着买衣服买包包，孩子怎么办？家庭怎么办？这样的话让我既无奈又心酸。女人对自己好一点，重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意识与行动。小云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岁月的车轮无情地滚过，她的容颜虽已不复当年，她为了家庭，为了儿女，默默地付出了一辈子。尽管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但母亲的心却始终闲不下来。她依旧每天起早贪黑，操持家务，照顾孙子孙女。她平时连1分钱都不敢多花，总是想着能省则省，为儿女们减轻负担。小云深知母亲的辛劳和节俭，于是她决定给母亲一个惊喜。她精心挑选了一套适合母亲肤质的化妆品，希望母亲能够重拾年轻时的美丽和自信。当小云把化妆品递给母亲时，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心疼。她皱着眉，轻轻抚摸着那些精致的瓶瓶罐罐，声音略带颤抖地说，我都一把年纪了，不用这些，把钱省下来多好。然而当小云把母亲拉到镜子前，让她看到自己涂上化妆品后的笑脸时，母亲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惊喜和感动。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嘴角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微笑。小云看着母亲的笑脸，心里明白母亲其实很高兴，很喜欢这份礼物。当谈及富养时，我们并非一直追求昂贵的化妆品或奢侈品。一个女性的精致，并非金钱所能单独衡量。然而在能力范围内，适度地为自己选购衣物和化妆品，是对自己的一种关爱。说句玩笑话，多数家庭并不会因为一条裙子的购买而陷入困境。关键在于把握适度的原则，真正的富养体现在干净整洁、大方优雅的外貌上。即便已婚生子，也无需成为所谓的黄脸婆。毕竟世界上有多少人愿意透过你凌乱的外表去窥探你的内心呢？甚至仅仅是为自己买一束鲜花，为生活增添一抹色彩，又何尝不可？告别蓬头垢面的日子，精致起来，心情才会愉悦。5. 富养精神。热搜上曾有这样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对此，广大网友纷纷敞开心扉，分享了自己的体会。他们表示，过于关注他人的眼光和评价，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纠结之中。这不仅消耗了时间，更牵扯了大量的精力。此外，自我攻击和贬低也是精神内耗的常见表现，让人在无形中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有时，即使一天下来并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活动，人们依然会感到疲惫不堪。这正是因为精神内耗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心思细腻的女人，更容易陷入这种精神内耗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因此，女人要想真正的富养自己，首先要学会拒绝精神内耗。只有摆脱了这种无谓的消耗，我们才能更好地充实自己，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中，乔西晨如同许多北漂者一样，他在职场和生活中遇到了各种问题，但他总能以开放和积极的心态面对困境。当他的房子被提前退租时，他并未沉溺于沮丧之中，而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积极主动地寻找下一个满意的住所。面对工作上的陷害，他并未四处宣泄情绪或抱怨，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力求减少损失。甚至当他所穿的高跟鞋断了跟时，
他也没有因此感到沮丧或尴尬，而是巧妙地采取了将另一只鞋的根也弄断的方法，继续以平底鞋的姿态自信地面对生活。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他在事业和爱情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风风雨雨，面临各种挑战和困境，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打击。然而，当问题出现时，过度的担忧和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陷入精神内耗情绪的漩涡，难以自拔。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拒绝内耗，保持积极稳定的状态，就能更清晰地思考问题，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安东尼·罗宾也曾感慨，杰出人生的秘诀在于懂得如何控制情绪这股力量，而不是被这股力量所反制。富养自己，不妨从拒绝内耗开始。6. 富养圈子。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的气质与个性。同样，我们所结交的朋友，也如同人生的调色板，为我们的生活描绘出斑斓的色彩。对于女人而言，除了精心雕琢自我，经营和维护好自己的朋友圈，同样是走向成熟与智慧的重要一步。在香港贵妇圈，曾听闻郭晶晶被排挤的传闻，然而在这张云集了千亿儿媳徐子淇、大美人李嘉欣等众多港圈贵妇的大合照中，唯独缺少了郭晶晶的身影。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她始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从嫁入霍家，郭晶晶便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她选择继续求学，不断提升自我。她努力争取成为奥运会裁判的职务，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同时，她也懂得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无论是简单的买菜、逛小吃街，还是与亲朋好友的聚会，她都尽情享受其中。当然，郭晶晶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在奥运冠军的直播间里，我们看到了她与网友互动的身影。在同样雷厉风行的女强人黄佩茵的私人聚会上，我们也见证了她与朋友们共度的欢乐时光。这些朋友们或许来自不同的领域，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独立、自信、有追求。正是这些朋友，为郭晶晶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活力。孟子曾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在世，我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真正值得珍惜的，往往不是数量的堆积，而是质量的提升。朋友无需满天下，只需有那么几个，彼此心灵相通，便足以温暖整个生命。同样，我们身处的圈子也不必过于庞大和繁杂。一个干净纯粹的环境，更能让我们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与每个人都保持深厚的友谊。与其费尽心思去结交那些泛泛之交，不如顺其自然，与那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产生心灵共鸣的人相处。这样的友谊，才能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再孤单，共同分享喜悦与忧愁。对于女人而言，富养自己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充实和满足。而打扫干净自己的朋友圈，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方式。当我们剔除那些负面、消耗我们能量的人，只留下那些积极向上、能够给予我们正面影响的朋友时，我们的内心便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7. 富养热爱。人人都说岁月不败真美人，或许是因为真正的美人，她们的独特魅力绝不会被生活的艰难所消磨，亦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她们总能在心中坚守着那份热爱，使生活充满无尽的美好与精彩。朋友陶陶是一位旅行博主，在容貌上并不惊艳众人，但她对热爱之事的坚守，让她的生活如星辰般熠熠生辉。
出去走走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然而陶陶却将这份慰藉转化为了她的人生轨迹。初出茅庐的她与众多年轻女人一样，选择了一份稳定工作，然而内心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旅行的深沉热爱让她不愿被四方之墙所束缚。于是她辞去了工作，边拍摄边旅行。在她37岁这一年，她已经足迹遍布中国的大半疆土，同时也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她说，她希望用一生的时间去记录这片华夏大地的壮丽山河。过去的1年里，她几乎每天清晨都在不同的酒店醒来，每个月仅有短短3天的时间是在家中度过。尽管生活中有苦涩，但也有令人振奋的酷意。虽然疲惫，但内心却因此而充满满足感。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我们可以选择沉浸在日常的琐碎之中，也可以追求艺术的浪漫与情怀。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不会被时间所打败，也不会被世俗所束缚，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洋溢的心，让生活充满活力和温暖。这或许就是女孩子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请记住，我们或许不是那朵引人注目的玫瑰，但有仍属于自己的芬芳。或许没有雄心壮志，但一定要成为自己生命中的那束光。俞飞鸿说，独立自信的女人从来不会把自己寄托在别人身上。人生是自己的，何须靠他人获得满足感？女人这一生并不容易。真正富有的女人不会在婚姻的琐碎与纷争中沉沦，不会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去换取他人的认可或感激。相反，她们在自我成长与提升中找寻到生活的价值，真正以自我为中心去生活。余生，愿你我都能善待自己，富养自己。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